什么问题？你那个？开不能再更了。跑多少公里了？刚3万公里。我给你试一下。检查过吗？这会儿转向机，我转机响了，他受不了。他说他那弄不了。找二哥去是吧？给我一个电话。哦，你试一下，确定是他响。就这个。他告诉你是转向机啊？他升起来之后，这边对着一个转向拉杆嘛，他拿手这么晃了晃，人说有亮。这个简单。只要不响了就行。只要不响了就行。1个你秒了就。我看了4、5家修理厂了，看4、5家了，都转向机换不，就换转向机。4S店都换5万。5万？他说连工带料4S店报5万。那外边修理厂咋说的呀？外面是修理厂多少钱都有，2万上下。给我5000吧，行吗？行是吧？就这个小车啊，巨简单无比，得别处4、5个修理厂加一个4S店，让花5万多，我靠，一会儿秒了。来，这小车啊，是他出来的啊，免费故障。没有那声音了吗？完美解决问题，交车。哎，什么问题啊？舒适性特别差。这种故障你说咋整？没有明显故障，舒适性特别差。我先给他试下车啊。你说没有质感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过坎不正常，我应该还是空气悬挂出来的这种质感。对，往上蹦。我天，挺明显。就现在噔噔噔噔这个啊，就是鸡爪垫给你带来的。鸡爪垫。对。这儿左转的时候就打半圈轮，拐弯不是特别快的时候，咯噔咯噔响。OK。出来了，好嘞，走了。它在响的时候，它能传递到方向盘上和脚下边。这个就典型的球笼响的啊。OK， 这是一小车，还有什么小车？还有倒车起步那一下，咯噔一下。哎，刚才响了一声。刹车片那块响了，就这仨响声吧？对，就这仨了。一个是噔噔噔，那是鸡爪胶；另外一个是大方向嘎啦嘎啦嘎啦，那个是球笼；还有倒车嘎一声，那个是刹车片那块出来的。处理一下就完事了。好 ，OK。什么问题？你那个？就是日常保养馆帮我看看这个问题。得嘞。这是烟头声音大一点。这个是胎噪，实际这个声音不正常，你就下次在换轮胎的时候换稍微静音点轮胎就行了。说白了就是静音效果稍微差一点。这车没啥毛病，它就有一个现象啊，就在这车里边咣咣咣咣咣，对，然后你要摘着档就没了，你只要一挂档，凉车可能严重一些。对，凉车响。这个是发动机的机脚垫，到这个公里数了，到换的那个时候了。现在也没有说必须得换，但是你要是接受没事。相对会得换。这个保养检查一下，别说有事没事就行了。怎么了？你那个什么问题啊？减震跟没有似的，空悬。我也试一圈。你看硬不？硬。你轮胎换的什么牌子的？后面米其林，前面P7。我觉得减震好像没事，主要是在于轮胎上，得有人检查一下。哎，倍耐力是对的。这马牌，我刚才跟车上我就试出来，我觉得前面应该是马牌的，我没吱声。后边倍耐力，前面马牌，这属于最硬的轮胎。那就是还是轮胎。不用测了，其实没有意义了，就是轮胎。因为刚才给我的路感的感觉就是马牌的，马牌路感是最强的一个轮胎，但是颠的是倍耐力最严重的一个轮胎，所以你这车全部具备了。怎么了？什么问题啊？我也试一圈。这个没跑多少公里呢？4万公里啊，4万多。我一会儿回去给你检查一下定位的数据，有事没事。我做了一个，我可能做的这个不准好像。首先按照正常来说，这个故障现象就是跟谁有关系？定位数据、减震器、轮胎，就这么仨。因为你公里数少，减震器有这个现象的这种概率几乎没有。那你说定位的数据，那可能你做完了之后，比如说定位数据不准，会导致。后头我看一下吧。没有调一下定位，调完定位那就试调一下了。你那个都完事了吧？那就 OK 了，走吧。